旗舰交流会，我大哥没来之前，只能我去吧。严格意义上，咱也算是个旗舰吧。咱家去不去了？总感觉不太好意思啊。哎，还是去学习一下吧。不好意思，我来什么啊？没看到下面有行小字吗？它屏幕1080P 的，看不清很正常。3000块到3500块，你听到这个区间，心中冒出的第一台机器是哪一个？大家可以评论弹幕一波。估计很多人应该是下半年这波子品牌的性价比旗舰啊。这2年随着内卷，这旗舰芯片还没发多久，急先锋红米就已经把价格给打下来了。这3000出头啊，你就能买到最新款的骁龙8 3天玑9300了，配置还都没啥特别明显的缩水。最近小白测评也全面更新了数据库 4.0 模型，我们也全面复测了一波啊，到底谁是3000元档位最具性价比的旗舰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九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旗舰芯终端价谁最值得买？首先是红米 K70 Pro 第一个将旗舰芯片拉到3000元档位的机器，目前售价是3299起啊。真我 GT5 Pro 守护终端荣光，我辈义不容辞啊，起售价是3298，不过过了预售期变成3399了啊。提醒注意 ，iQOO Neo 9 Pro 价格屠夫啊，天玑旗舰芯片直接干到了2999，是4台机器里面最便宜的。魅族21 3399，但注意它是8+256的价格啊，其他家可是12GB 起步的啊。魅族的12GB 已经到了3699啊，是本期最贵的一台。4台的 ID 设计啊，1、2、3、4，你喜欢哪家？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。我先投南韩小魅族一票啊！去年这个价位，大家还是16的塑料边框，今年可算是上金属了，出来酷啊！好在酷哥也取消了塑料支架啊，价格比较便宜嘛。握持手感上，内部小伙伴体验了一圈啊，基本上把票都投给了魅族。小屏加上198克的重量，比它轻的就只有 iQOO 了，那边还是塑料边框嘛。硬件尺寸上，魅族很占优势。厚度方面，7.9毫米也是本期最薄的。真我在这方面就很难胜出了，毕竟又是长焦又是大电池。配置很顶，重量和厚度就搂不住了啊！配置和手感基本还是天平的两头嘛，看你自己怎么选了。转到正面，魅族这应该是全球唯一的白色面板啊，可太显眼了，4边等窄，圆角自然就很苹果。可惜是一块 1080P， 既然都 1080P 了，要我说不如干脆上个屏下摄像头啊，正面全一体。同意的小伙伴可以扣1。4台只有真我是曲面，正面观感上有天然优势，屏幕亮度数据库实测直接打出来，手动最高和全局激发亮度都是4台机器里面数值最高的。相比之下，红米和 iQOO 就显得平平无奇。不过内在配置上，红米是120赫兹加上3840赫兹的高频调光，而且它还是一块 2K 屏幕啊，还是相当顶的。iQOO 这边是144赫兹加上2160赫兹高频调光，也很不错，屏幕上各有千秋啊。除了魅族是三星16屏，其他3家都也是素质相当不错的国产屏幕啊，这块无需担心。实测环节配置我们直接打出来，基本没有缩水的啊，都是 4.0 加上5X 的组合。跑分上大家差距都不太大，娱乐度最高的 iQOO 是211万啊，魅族最低也有200万。游戏落地实测提醒注意啊，数据库最新的 4.0 我们在2024年已经全面启用了，可能还有小伙伴不是很了解啊，强烈建议大家翻看我们之前数据库 4.0 的解析视频，真的强烈建议观看啊，因为这样你就对我们整个2024的实测环节都有一个全面了解了啊，这个模型适不适合你，你也一目了然。我们正在抽送总价超37000元的新年礼物，关注小白测评 B 站频道查看置顶动态，转发关注即可。听说3连好运翻10倍。为了统一变量，4.0 模型的王者120极致是观战 iQOO 或者说蓝场系啊，按照现在的模型依然是测不了，我们已经沟通了。本期就先看这3台的表现啊，红米平均帧率最高啊，达到了 119.3， 这功耗是 4.7 瓦，机身温度也要稍高一些， 43.8摄氏度。最低的是魅族 116.8帧，功耗同样是 4.7 瓦，机身温度 43.5 摄氏度。4台机器 4.0 模型下都不是特别强，相对来说红米会更好一些。小白测评数据库 4.0 的元神新模型，没想到小身材的魅族竟然实现了反超啊，平均帧率达到了 56.6 帧，当然功耗也来到了 6.8 瓦，而且提醒注意，兄弟们，它的机身温度最高已经超过了55摄氏度，你没有听错啊，烫！2024开年就给我们了一个暴击。为了不冤枉魅族，我们又专门复测了一遍，结果还是一样的，这个帧率是 56.5 啊，功耗也达到了 6.7 瓦，最高温度也来到了 54.3 摄氏度。iQOO 和红米的帧率是一样的 55.8 帧，但是 iQOO 的功耗更低一些，只有 5.5 瓦啊，厉不厉害你鸡哥。在这个环节相对来说真我就有些拉了，帧率只有50出头，在15分钟的打怪环节就有点顶不住压力了，直接上了缓降策略，到最后一直都锁在了45帧左右。总体的帧率功耗情况我们再统一打出来啊，大家可以对比。4.0 一换新路线，大家果然都不熟悉了，综合帧率、功耗和温度都比较一般， iQOO 相对来说会更加均衡一些。续航方面，在引入小白测评数据库 4.0 新的模型之后，测试过程中加入
入了后台机制啊，具体大家可以去翻看一下我们的解析视频，更加贴合了大众用户场景，当然压力也变得更高了一些。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，真我凭借5400毫安时大电池干到了以色机型总榜第1的位置，剩余了62%。iQOO和红米一个剩余57%，一个剩余56%啊，在中间的位置啊。魅族就有点低了啊，它只剩余了52%，1080p 的屏幕不太应该啊。6小时4.0的重度续航测试啊，5G 网络下王者120高清搭配微信语音，还有原神新路线的高负载，让一众机型压力颇大都没有挺过6小时大关啊，可以说4个字：全军覆没。最终成绩真我是5小时24分钟，iQOO是5小时17分钟，红米毕竟2K 屏嘛，确实功耗稍高一些啊，只坚持了4小时56分钟啊。魅族这边嘛，总结来说也是4个字：惨不忍睹。最终只坚持了4小时42分钟啊，也是不到5小时，但是你要知道它是1080p 的小屏幕啊。充电和功率方面，我还是一张图打出来，3家都是5000毫安时以上的电池，配上100瓦以上的功率。真我这边电池最大达到了5400，也难怪机身这么厚重。魅族又是特立独行的那个啊，不仅电池小啊，我充电功率还低啊，这实测45分钟完全充满，对于小尺寸来说也还不错吧，至少比某些万元机强。其他3家呢都在30分钟左右，最快的是红米，24分钟就能完全充满。充电速度方面都不用太担心。影像方面是我们本期重点要考察的地方，因为这都是之前性价比旗舰减工减料的重灾区。今年怎么个事儿？咱们先来看一下4台机的硬件配置啊。真我这边可谓是降维打击，直接上了一颗 MX890的潜望长焦，这就不是什么调教了啊，这是有和没有的区别了。魅族这边的硬件看着也比较厉害啊，上了一颗2亿像素的主摄，其他都是5000万，应该也许大概魅族在解析力环节不会太拉胯吧。我们还拉上了 vivo X100 Pro 来看看性价比旗舰和目前品牌大旗舰到底差距有多大啊！室内相同光照下的摆拍 ，vivo 的主体和背景都是一眼最亮，而且白平衡很准确。相比之下，魅族真我的白平衡就都出现问题了啊！硬件上感觉最好的2个率先败下阵来。室外情况遗憾的是，武汉这阵子阴雨连绵啊，我们等了几天都不行，样片就缺少了光影感。就色彩而言，5家其实都是讨好眼球的风格，这对于终端旗舰来说确实是比较实用的。iQOO 的对比度相对是最高的，比如这组公园的长椅 ，iQOO 绿色的部分是最浓的，整体画面有一种刻意拉亮的感觉。这组花朵魅族和真我又出现了问题，花瓣部分泛白，大哥 vivo 还是相对最准确。在解析力上啊，我们先看一组主摄的2倍，这魅族依然很魅族啊，放大之后一眼最糊。红米和 iQOO 都是锐化的比较明显，iQOO 这边还是有一些偏色了。拉到5倍之后呢，就是得长焦者得天下了。真我的硬件优势确实比其他家要强一些，但是相比于大旗舰还是干不过的。10倍之后呢，就更加明显了，潜望长焦有和没有的区别。夜景方面，魅族能否打一个翻身仗啊？注意看这里夜空的颜色，我们主观认为魅族这种灰色还原的还是不错的啊，有一定的氛围感。说到氛围感，这组路灯下的树叶，你认为谁最有感觉？1、2、3、4，大家可以评论弹幕一波。真我的夜景风格不是那种刻意提亮的，比如这里的草丛部分，真我和魅族一样都缺少一些细节，在高光压制上，魅族又被压制了。这里招牌的文字之间爆掉了，这张魅族还好啊，没有被拉开什么差距啊，反而是红米的光晕比较明显。不过后背的楼体，魅族又给糊掉了。录像方面，我们随手测了一下啊，默认的都是关闭防抖的 ，iQOO 相对是最抖那一个。好在暗光场景下，画质表现还不错啊，噪点相对最少。过渡到强光场景之后，魅族开始丢失暗部细节，最后到达极暗场景，这差距就很明显了，魅族几乎都看不到了。真我是相对最亮的，在这个环节主观胜出。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一句啊，这个档位段的旗舰录像啊，总体都不是特别强。整个影像环节本来想让 vivo 给大家上一下强度啊，没想到主角反向变成了魅族啊，在3000元这个价位，除了长焦，硬件其实拉不开什么太大差距了，更多的是看各家的调教算法。其实2亿像素的魅族在解析力上也干不过几个5000万的主摄。这一期算是给大家淋漓尽致的展现了一下调教这2个字对于影像的重要性。如果非要在影像方面给4台机排个序啊，我们主观是真我、红米、iQOO、魅族。系统方面，魅族真的是翻身仗了啊！首先就是最深恶痛绝的系统广告，魅族不仅是4家里面最少的，而且应该也是国产手机厂商里面最少的。咱先不管这原因是不是品牌小不小啊，这到底是值得点赞的。再举几个今年各家提的比较多的功能，这个 AI 时评，随手截了一个某书的攻略指南，想要把这几个关键词记录下来，魅族是直接从屏幕的右下角往上滑到 AC 就可以把每个关键词都选择下来，一键复制。另外3家都是长按压的方式，步骤没有魅族这么快捷。真我的时评和魅族很像，但是不能连续选择。红米和 iQOO 都有类似大爆炸的功能，还是比较方便。另外一个是图片识别，比如我们在刷小白测评的微博，看到一个机器数据还不错啊，想买它啊，魅族也是一样的啊，划出 AC， 然后点一下就直接以小窗的形式跳到淘宝了。iQOO 这边提醒注意，它默认是使用拼夕夕购买，而红米有的时候能识别出来，可以直接跳转商品链接，有的时候又只能识别出来它是个啥啊，不能直接跳转，比如自家的耳机它就不行，主打一个大公无私。
其他细节上，性价比旗舰它也是旗舰嘛，这个 NFC 和红外这些该有的配置也都有。马达上面呢，大家都说自己是 X 轴啊，但是大小有不同啊。最大这个魅族是0916啊，比真我和红米搭载的0809这体积大了1倍以上。而且魅族也是现在为数不多的还在坚持超声波屏下指纹的机器，其他3家都是短焦指纹，甚至他们的大哥都是短焦啊。在4.0我们全面测下来，大家在游戏性能方面都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差距啊，都不是特别的顶啊。如果你注重拍照的话，首选呢主观应该是有潜望长焦的真我，色彩算法也都不错，比较讨喜啊，比较容易随手出片啊。如果你特别在意屏幕的话呢，这个档位段那肯定就是红米了，唯一的2K。iQOO 呢则胜在一手性价比较高啊，这标题说的是最具性价比，感觉它应该就是最具性价比的。这里边它的价格是最低的，而且没有特别拉的地方。魅族这边比较特殊，本期视频只要它不是最强的，一定就是最差的一个，主打一个性格鲜明。这机器其实喜欢的也不用推荐，不喜欢的也压根儿不看。但是如果你就是为数不多的在考虑观望的啊，其实还可以再等一波降价。OK， 本期视频出现的所有实测数据，我们都已经第一时间更新到了小白测评数据库小程序。再啰嗦一句，我们已经全面更新了数据库的4.0，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下我们4.0的解析视频啊！你只要看这一个视频，对我们后面2024整个全年的测试维度都有一个详细的了解了啊！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大家产生一点帮助，记得下方给我们点个赞。不过那天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